一開 Game Boy 嗰陣時，任天堂嘅英文 Nintendo 嘅字會喺畫面嘅上方慢慢咁樣降落嚟，去到畫面嘅中央嗰陣時會停低，仲會發出叮一聲。短短呢幾秒嘅畫面，相信唔少人都睇過好多次，仲成為咗佢哋嘅回憶。睇嚟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開機畫面，但其實事實冇咁簡單，背後有一場正版同埋翻版嘅鬥爭。喺呢個短短幾秒嘅開機畫面後面，任天堂嘗試去防止翻版，但一如我哋嘅記憶，10合一、100合一嘅翻版盒帶都係當時充斥市面，完全防不勝防。今集我哋就一齊回憶下 Game Boy， 睇下任天堂點樣用呢個 logo 去防止翻版，而我哋每一次開機都見證住呢一場鬥爭。講到嗰個開機 logo， 可能有人仲記得，本來降落嚟嗰個係任天堂嘅英文字，但有時會變成亂七八糟、亂晒碼，聽到叮一聲，但係跟住就唔再撈落去，停住喺個畫面。喺呢個時候 Game Boy 入邊嘅 CPU 就陷入咗一個無限 loop 嘅狀態，直到你熄機為止，個 CPU 不斷係咁溫，但係永遠遊戲都唔會開始。就算玩正版 game 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大家就可能會做一個指定動作，熄咗部機，掹翻餅帶出嚟，對住插帶嗰個位，用個口吹幾下，然後又插翻到部機度。一開機，咦，有陣時又 work 嘅。咁留意下呢個情況，餅帶同個開機 logo 原來係有關係。咁其實嗰個開機 logo 唔係 set 喺部 Game Boy 入邊，而係 set 喺餅帶入邊。如果冇插帶嘅話， Game Boy 就撈唔到任天堂嗰個字。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就會變成黑色一撇嘢咁樣，又由畫面嘅上方慢慢褪落嚟。咁當然你冇入帶，個畫面最終都係停住喺度，喐都唔喐。呢個情況同餅帶接觸不良或者係翻版，佢哋都有啲共通點。呢一連串嘅動作都係任天堂 set 出嚟嘅，就係要有啲條件 Game Boy 先會正常運作。咁喺開機嗰陣時，背後係溫緊一啲程式。咁初代 Game Boy 嘅主機入邊個 CPU 裏邊就係一個好細嘅程式，個 size 只有256 byte。個程式裏邊就係準備畫面同埋聲音嘅同時，再要做另外一樣嘢去檢查遊戲帶。喺呢一度並唔係去 check 餅帶有冇 error， 而係去 check 任天堂嘅 logo 有冇 show 到出嚟，check 帶裏邊有冇任天堂嘅字樣，睇落去有少少 tricky。咁正如我哋嘅經驗 ，Game Boy 嘅翻版周街都係防不勝防。喺開機呢個程式 ，Game Boy 嘅主機會 check 餅帶入邊嘅一啲數據，個內容係任天堂嘅標誌。呢個標誌係48乘8點像素咁大，而 Game Boy 就會將呢個圖案放大，投放喺畫面上面，所以個標誌睇起嚟好似好粗糙咁樣。而家諗翻起，嗰啲字體又真係起晒角。任天堂係專登設計成咁樣嘅，而去到叮一聲嗰陣時，主機會再 check 多一次畫面上面嘅圖像。任天堂嘅 logo 喺嗰陣時喺指定位置度 show 出嚟。如果任天堂嘅字樣只係有一點冇 show 到出嚟嘅話，咁個 CPU 就唔會繼續讀餅帶，跟住就會停咗喺度。而餅帶裏邊嘅 data 裏邊嘅 header 都有一啲指定嘅數值 ，Game Boy 都會 check 下呢啲數值。如果 check 好晒嘅話，咁就可以進入遊戲嗰度。其實任天堂呢個字樣係冇必要 show 喺個畫面嗰度，如果要 check 嘅話，喺背後 check 就得。但係任天堂偏偏就係設計特登將任天堂嘅英文字 show 俾你睇，show 出嚟就係主要嘅目的。就算翻版帶都會有任天堂呢個 logo。嗰48 byte 嘅 data 唔係乜嘢密碼，亦都冇俾人隱藏，翻版都去 copy， 好似 show 出去 Game Boy 嘅畫面度，跟住可以俾人玩，睇落嚟好似冇意義。喺技術上嚟睇，的確係咁樣，但係呢個機制本身就唔係靠技術去阻止人哋 copy， 去阻止人哋做翻版。而 Nintendo 呢個英文字樣，正正就係任天堂嘅註冊商標，商標係要向唔同國家去註冊，原則上只要擁有商標嘅人先可以去用。以正版 game 去睇，嗰啲廠商就會向任天堂申請授權。咁喺正式程序底下，將任天堂 logo 嗰啲 data 放入個盒帶入邊，然後將個盒帶插入 Game Boy 嘅主機，一開機 show 任天堂嘅字樣出嚟，咁樣做係完全合法嘅。但係另一方面，做翻版嘅人根本冇獲得任天堂嘅授權，而佢哋整翻版嗰陣時，將任天堂嘅字樣 set 入啲盒帶度，咁樣就係侵犯商標。任天堂去 set 個邏輯去捉翻版，透過商標呢一招去捉，咁呢一招都幾絕。當每一次開機嗰陣時，任天堂嘅字樣都會掃喺機嗰度。如果係翻版嘅話，嗰啲罪證就每一次都掃喺大家嘅面前，證據確鑿，要走都走唔甩。而另一方面，翻版商又唔可以唔掃任天堂嘅字樣出嚟，咁樣就有阻嚇力，令到啲人唔去買翻版。任天堂出呢一招都冇收埋埋，咁佢真係有申請專利，美國專利號碼513431，名為防止使用未經授權之外部記憶體系統。喺日本嘅優先申請日期係1989年1月10號，即係 Game Boy 面世嗰一年嘅1月。呢一份專利嘅請求項1係咁樣寫，
具備一項控制手段，喺判定是否一致之前，首先顯示從遊戲帶讀嘅字元數據顯示在先。呢一個係任天堂佢哋當作權利去申請嘅核心要件。我哋每次開機焗住等嗰幾秒，其實就係任天堂去防止翻版嘅手段。咁樣就間接令我哋嘥咗唔少時間。而請求項嗰度第二項就咁樣寫，將該數據放大並顯示。而下一項第三就咁樣講，將佢以捲動方式顯示。原來呢一連串嘅動作都係喺個專利嗰度寫明晒。Game Boy 如實咁樣照做。而喺說明書裏邊仍有咁樣寫，當外部 ROM 遊戲帶為咗令兩者致而進行複製嗰陣時，即構成未經授權使用製造商商標嘅行為。跟住仲咁樣講，如果事先顯示出嚟，當遊戲玩唔到嗰陣，玩家就會知道原因就係餅帶唔係正版貨，即係玩家插咗餅盒帶入去撈唔到隻 game 嘅話，就唔該各位玩家懷疑嗰餅帶係咪翻版。咁話時話，海外版嘅紅白機即係灰機入邊搭載咗認證用嘅晶片，可以將非正版嘅盒帶拒諸門外，但係 Game Boy 就冇用到呢招，專登揀咗顯示圖片呢一個比較兜兜轉轉嘅方法。咁樣做嘅原因就係錢作怪，因為粒晶片都係要成本嘅。家用機嘅做法係主機入邊放一粒晶片，然後每餅盒帶入邊再放一粒晶片。主機嘅話成本都仲可以有數講，但係如果盒帶印1萬盒甚至印10萬盒嗰陣時，咁樣晶片嘅成本就會高漲。相比之下，標誌認證方式，主機只係靠已經 set 咗喺 CPU 入邊嘅程式，而遊戲盒帶只係 set 一啲 data 入去，成本好明顯比認證嘅晶片平。另外唔用晶片呢一招都有一個好處，就係可以慳電。咁嗰陣時玩 Game Boy 要買4粒 AA 電，可以慳翻少少錢，唔使咁頻頻去換電，都係一件好事。喺呢度再提一提。開 Game Boy 嗰陣時，主機嘅程式會去閱讀任天堂字樣嘅 data 兩次。第一次閱讀 data 就係掃個英文字樣出嚟，正式去核對任天堂英文字樣係叮一聲嗰陣時，最初掃尾 logo 出嚟。Game Boy 嘅主機係冇 check 到嘅，只係掃出嚟嘅啫。咁有人就好聰明，利用咗呢個漏洞。英國一間好細嘅遊戲公司 Argonaut， 佢哋嘅老闆 Jackson 嗰陣時佢仲未開始同任天堂合作，佢喺美國家電展 CES 嘅會場直接衝入任天堂嘅檔口。佢揾到喺現場嘅美國任天堂高層阿 James， 然後遞咗部 Game Boy 俾佢。開機之後降落嚟嘅並唔係 Nintendo 呢個英文字樣，而係 Argonaut 佢公司自己嘅名。佢喺遊戲帶上面額外加咗零件，只係一粒電阻同埋一粒電容，零件嘅成本大概只係需要1美仙。啱啱開機嗰陣時，佢就 set 咗 Argonaut， 而去到第二次即係叮一聲嗰陣時，電阻同埋電容就喺呢度發揮咗作用。喺核對嗰一刻就傳送 Nintendo 英文字樣俾部主機去對，咁樣就過咗骨。後生老闆生就咁樣講 ，Game Boy 呢個咁樣嘅設計係一個致命嘅失誤。佢喺任天堂嘅負責人面前親自示範點樣去避開呢個保護機制。不過任天堂嘅反應就出乎意料，當佢返到英國之後，就收到任天堂嘅聯絡，對方叫佢搭第二朝嘅早機飛去京都，京都即係任天堂總部嘅所在地。阿新就同當時任天堂嘅社長山內溥親自見面。喺嗰度開始咗共同開發嘅談判。呢件事仲有後文，當阿新被問到新晶片嘅開發費用要幾多錢嗰陣時，佢就諗咗一個好大嘅數字。本身諗住係想講100萬美金，但係當佢講出嚟嗰陣時，就變咗200萬美金，多咗1倍。而山內社長一口就答應咗。嗰次共同開發誕生嘅產物就係 Super SF 晶片，而搭載呢一個晶片嘅代表作就係星際火狐 Star Fox。一個用大概$1000零件避開保護機制嘅男人，最終得到嘅係200蚊美金嘅開發預算，同埋同任天堂共同開發嘅機會。聽到你呢度，好似任天堂喺呢度輸咗咁樣，因為佢俾人揾到漏洞。呢一種2次讀取嘅時間差手法，後來都有俾人用到。資料技術上亦有記載，任天堂標誌嘅核對機制曾經多次被避開，有喺盒帶嗰度加專用回路嘅做法，亦有利用電容去維持拉扯線狀態。將讀取目標轉移去第二度存放假標誌嘅做法，唔使將標誌顯示喺畫面上面都可以通過核對嘅方法。咁順帶一提，呢個2次讀取嘅漏洞後來俾人堵塞咗，喺 Game Boy Advance 嘅後期啟動 ROM 嘅入邊，呢個弱點就俾人修正咗。不過 Game Boy Advance 其實仲有另一個漏洞，嗰個字樣係有48 bytes，但係部主機只係 check 前半部嘅24 bytes，即係個 logo 上半部係要用正貨，但係下半部你畫乜都得，都可以過關。仲有一條路就係喺主機嗰邊 ，Game Boy 有啲山寨機喺個開機程式度做咗手腳，餅帶入邊嘅字樣唔係任天堂嘅英文字，係改咗另外一啲字，但係都可以照玩。不過真係咁樣做嘅，究竟有幾多？
睇翻啲資料，當時確實有啲 Game Boy 翻版帶換咗自己嘅開機標誌，但數量就比較少。到咗今時今日，喺市面上嘅翻版幾乎好多都係原封不動用翻任天堂嘅標誌改主機玩翻版，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故事，有機會再另作探討。咁講翻 Game Boy 喺仲未有咁多破解手法嗰陣時，翻版盒帶焗住將任天堂嘅英文字樣抄入餅帶嗰度，俾部主機去對，呢個運作基本上冇變。講咗咁耐任天堂，都要講翻一個事實出嚟，就係屈人哋去 show 商標去告對方。呢個諗法本身其實並唔係任天堂發明出嚟，有一項比佢更早嘅專利由新日本企劃株式會社，後來呢間公司變成 SNK， 佢申請嘅電視遊戲機防偽顯示法，佢申請嗰陣時比任天堂做咗差唔多10年，內容係將遊戲資料寫入機板嘅儲存裝置嗰陣時，將防偽資料都一齊放埋入去。如果成塊機板俾人 copy，咁翻版嘅畫面上面都會顯示出相同嘅標示，例如公司名。佢哋捉翻版嗰陣時，如果要告人哋翻版，就係以商標嘅角度去告對方。只不過 SNK 嘅專利係冇去 check 個 logo 嘅機制，商標只係純粹放落去，然後顯示出嚟。而任天堂嘅專利說明書上面仲特登介紹呢個早期嘅技術，然後咁樣去評價，如果 copy 嗰一方將防偽資訊 delete 或者修改，咁就可以完全避開商標侵權嘅問題。所以呢一招顯然係冇效。所以任天堂就額外加咗2樣嘢，就去 check 個 logo 或者圖案。另外就係喺 check 之前，一定要 show 個圖案或者 logo 出嚟。有趣嘅係喺同一時期，仲有另外一間公司世嘉都係用咗相同嘅機制，而且佢後來仲喺法庭上面親口講出呢個機制嘅真正目的。當時世嘉推出嘅新主機 Mega Drive， 即係世嘉5代，喺主機上面搭載咗一個叫做 TMSS Trademark Security System 商標保安系統。佢嘅名入邊直接講明商標呢2個字。如果喺盒帶特定嘅位置上冇世嘉呢4個英文字，咁就開唔到機，玩唔到隻 game。而一開機嗰陣時，畫面就會顯示 Produced by or under license from Sega Enterprise Limited， 即係本產品由世嘉授權製造呢段文字，並且停留幾秒，顯示呢段文字嘅係主機嗰邊。咁即係意味住盒帶嗰邊係冇辦法阻止去 show 呢啲字樣出嚟。睇落嚟，世嘉呢一招好似高張過任天堂。喺呢個時候，一間冇同世嘉簽約，但又喺世嘉5代出 game 嘅公司被告上法庭。嗰間 game 公司係嚟自美國嘅 Accolade。喺法庭上面，世嘉高層指出，為咗用商標權去告台灣、韓國同埋美國買翻版盒帶嘅拆家，佢哋先至打定底加咗 TMSS。判決書仲寫埋點解要揀商標。台灣當時係冇簽署柏恩公約，唔承認外國嘅版權。日本公司喺呢度就告唔到佢抄襲。但商標就唔同，佢冇認商標就可以告得入。台灣喺唔同主機出嘅翻版遊戲有好多特別嘅現象，喺隻 game 裏邊嘅公司名、廠商標誌好多都俾人抹走晒。任天堂當然知道呢個手法， Game Boy 就係專登去 check 個標誌，去判斷俾唔俾你繼續去玩隻 game， 就用唔到以上嗰啲招數。佢哋喺法庭上面承認咗呢一個係一個陷阱，然後法庭嘅判決內容對於世嘉嚟講係非常之嚴厲。針對於被告 Accolade， 法庭就咁樣講。如果同業並冇其他意志，又或者容易攞到個方法去拆盒帶，而又可以正式運作，喺冇正式授權嘅情況之下 ，copy 咗正版嗰段曲放喺自己嘅盒帶裏邊，就算引發起一個誤導性嘅商標顯示，都唔構成違反商標法。跟住法庭仲補充，同時限制可以着機嘅對象，並刻意加裝一個會顯示出同事實不符標示嘅裝置，呢個係世嘉蓄意做出嚟嘅決定，所以導致消費者混淆嘅第一責任係在於世嘉。設下陷阱嗰一方反而俾人當成造成混亂嘅罪魁禍首，呢一個就係美國法庭嘅判決。不過呢度大家要注意，呢一個判決內容並唔係最終嘅結果，只係針對地方法院發出嘅臨時禁制令所作出嘅判決。上訴法院認為世嘉冇辦法證明喺呢件案件裏邊佢哋有勝訴嘅把握，所以就撤銷咗禁制令。仲有一點，呢度受到保護嘅係為咗令遊戲機可以着機而逼不得已使用商標嘅代用軟件公司。嗰啲將成隻 game 嘅內容連皮帶骨咁樣 copy 嘅翻版商就用唔到呢個藉口，冇得到世嘉嘅授權，拎咗嗰段可以開機嘅曲寫入自己原創遊戲嘅盒帶度，喺呢個判決度就冇問題。而將人哋啲 game 擅自咁樣 copy 嘅翻版就有問題。喺呢個判決之後，世嘉都冇移除到 TMSS。而世嘉嘅官司之後，跟住就輪到 Nintendo DS。喺 DS 嘅遊戲盒帶入邊搭載咗真正嘅加密技術。對於冇電子鎖匙嘅人嚟講，佢哋就冇辦法複製出遊戲盒帶，至少喺理論上係咁樣講。咁從邏輯上嚟睇，就係去到一個地步，唔需要再依賴商標，單靠電子技術就可以防翻版。但任天堂冇因為咁樣就放棄依賴商標，
喺 DS 嘅遊戲盒帶特定位置上面寫上任天堂標誌嘅數據，而且主機會核對嗰啲 data。明明已經有咗加密技術，佢哋依然冇移除呢個機制。另外，2024年有一個日本嘅研究者都查過一個問題，佢就話實際上用呢個開機程式去告翻版商嘅案例，無論係日本定海外都揾唔到。不過就唔好誤會，任天堂並唔係乜都冇做過，佢哋喺美國告贏咗一間台灣廠商，判賠2400萬美金，加一個全球性嘅永久禁令。嗰間廠嘅名叫做 Nintendo Electronic Company， 而任天堂告佢嘅理由係版權同埋佢嘅公司名唔係盒帶裏邊擅自用任天堂嘅標誌。但係呢單案被告由頭到尾都冇出過庭。1994年喺美國加州，一個由中國入多合一盒帶嚟賣嘅入口商，俾任天堂告咗上庭，賠足25萬美金。但嗰單告嘅係扮任天堂嘅出品，而唔係開機嗰個標誌。而有關香港，2003年6月，任天堂喺香港高等法院告贏咗一間本地公司 Linksun， 佢哋賣嘅係 Flash Linker， 一部可以將 Game Boy Advance 嘅遊戲抄落電腦嗰度。雖然唔係 Game Boy， 都有啲關聯，喺呢度就介紹一下。判決要佢哋先俾500萬蚊港紙，貨同埋賬簿全部都充公，連全球嘅資產都凍結埋。主審官就打咗個比喻，好似毒品咁樣，要打擊嘅唔係道友，而係拆家。不過呢單案都係針對版權法，而唔係商標。而跟住去到2010年，任天堂喺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告咗一間開發同埋賣 DS 同埋 V 嘅 game 嘅 copy 裝置嘅拆家，控告嘅罪名係侵犯版權同埋侵犯商標權。而呢場官司嘅結局亦都係有一個好模糊嘅落幕。根據法院記錄，第2年雙方達成咗和解，被告作出咗對任天堂有利嘅承諾，雙方並冇喺法庭上面砌到最後一刻。顯示出標誌等於侵犯版權呢個邏輯喺法庭上面就冇十足嘅把握，但係任天堂都可以同對方達成和解，即係話都有一定嘅阻嚇力。不過喺度有一個好有趣嘅巧合，喺嗰項專利預計到期嘅日子就係啱啱好就係呢一單官司嘅4個月之前，失效嘅只係專利。雖然個專利已經過咗期，但係商標仍然係有效。只要間公司一路去 keep 住個商標，焗住人哋 show 商標呢個做法，一直都可以用。要留意翻世嘉嗰單判嘅只係臨時禁制令，2003年香港嗰單判嘅係中間付款，2010年嗰單就和解收場。任天堂啲翻版官司好少打到最後。因應唔同時代，老翻嘅手法都層出不窮。喺呢條影片裏邊就抽出一啲例子去介紹佢哋嘅關聯故事或者有趣事。各位觀眾不妨喺留言區度分享一下一啲常見或者有趣嘅 Game Boy 老翻。呢條頻道之前都有推出過一條片，講翻超任就嚟出嗰陣時，任天堂明明講會出一個轉播器，個樣係似足超任，俾你去玩翻紅白機嘅 game，但係最後都冇成到事。想了解多啲任天堂啱啱出嗰陣時嘅情況係點樣嘅朋友，不妨去睇一睇。條片開頭講嘅吹盒帶嘅插卡槽，其實呢個動作根本就冇用。任天堂其實曾經警告過玩家，唔好對盒帶或者主機嘅插卡槽去吹氣，吹出嚟嘅氣含有水分，會令到嗰啲金屬端子生鏽或者接觸不良。咁我哋嗰陣時吹兩下氣就 work， 原因並唔係吹氣嗰度。目前嘅解釋就係真正發揮作用嘅係掹翻嗰盒盒帶出嚟，重新再插一次呢個動作。每次重新插嗰陣時，端子之間就會發生摩擦，解決咗一啲偶然性嘅接觸不良。幾十年嚟，全世界嘅小朋友吹一片好心嘅動作，原來只係心理作用。去到而家諗翻起，細個嗰陣時睇過無數次嗰幾秒鐘任天堂英文嘅字樣，由畫面上面慢慢褪落去畫面嘅中間，原來唔係淨係一個開機畫面咁簡單，而係一個用法律去保護技術保護唔到嘅嘢嘅一個發明嚟嘅。喺遊戲盒帶搭載加密技術嘅年代嚟臨之前，玩家每一個人都發揮佢哋自己嘅作用，用自己隻眼去睇任天堂嘅字樣，一齊睇住個商標。如果冇正式授權嘅話，嗰個就係一個罪證。對於翻版商嚟講，亦都係一個陷阱。睇完呢條片之後，如果有機會拎翻部 Game Boy 出嚟，拍開個開關掣，睇住任天堂嘅字樣慢慢褪落嚟，再聽到叮一聲嗰陣時，感覺就可能完全唔同。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我，訂閱我 channel。如果覺得好聽或者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下我。PayMe 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個鼓勵嚟嘅。下一集再見，拜拜。